那年父母离世，公司濒临破产，女孩在哥哥最难的时候和他断绝关系。5年后，哥哥的公司上市，成为了人人仰望的徐总。记者提问：徐总，这些年您最感激谁？为了钱弃我而去的妹妹。哦，现在也不算是了。也不知道她过得如何。谢记者为此发起了全网寻找徐总妹妹的活动，赏金高达1000万，可最后人没找到，只找到了许清然死前的日记本。你们节目组为了流量，动作倒是快，不是我们安排的，是有人按照网上的悬赏线索送来了他的遗物。哼，拿上来，我倒要看看他在玩什么把戏。徐总，这个是和遗物一起送来的，认领回旧复印件还有火化登记信息。对方说5年前许清冉小姐去世后，因为家属联系不上，遗体超过期限无人认领，按流程火化处理了。许昕也盯着那个文件袋，胸腔剧烈的起伏了一下，抡起手，一巴掌将文件袋扇飞了出去。见状，谢记者吓得猛地站了起来。你们节目组为了热度想钱想疯了是吗？打印2张10分钟就能做出来的假证件，跑到我面前来演死无对证的戏码？法务部是吃白饭的吗？他们去查的所谓编号也是这种玩意儿。徐总，我们核验过了，殡仪馆那边确实有这份处理记录，因为时间太久，只能调出这些。好，很好。许清冉现在是连面都不敢露了，倒学会借死人做戏了。他大概是看见我现在有了新的妹妹，知道自己那点哭贫的把戏不管用了。除了他那个一肚子坏水的骗子，谁会闲得费这么大心思把这些破烂翻出来？打开它，给我一字一句的念。我倒想听听，沾了一点灰都要发脾气的大小姐，这次又给自己编了什么绝症车祸的全新苦情戏？谢记者捡起那本发旧的日记本，站在原地迟疑了几秒，最终还是翻开了第1页。再见了，哥哥。2019年4月1日，日记君你好，从今天开始，只有你陪我了。我以为我能走得安静一点，我刚拉开车门，哥哥就追出来了。许昕也原本搭在沙发扶手上的手指不易察觉地僵了一下，那些被他用怨恨死死封锁了5年的记忆，正随着这个颤抖的声音被强行撬开。他的身上全是灰尘。就在10分钟前，他为了护住我的那架钢琴和催债的打手起了冲突，手背上还被划出了一条很长的口子，可他根本不管，像疯了一样扑在车窗上，用手拍打着玻璃。冉冉别走，家里就剩我们2个了。哥发誓，哥绝对不会短你1分钱。我当时坐在车里，看着他手上的血，心疼的要死。可我不能下车，因为如果我留下，哥哥这辈子就真的毁了。所以，我将他给我的银行卡像扔废纸一样抛出了窗外，看着他掉进肮脏的泥水坑里。许星爷，你清醒点吧，你卡里这点钱都不够这辆车跑几天的。带我走的人答应了，只要我再也不见你，我下半辈子依然是大小姐。你看看你现在这副穷酸的鬼样子，你连顿体面的饭都请不起我，就过你的穷日子吧。我坐在后座，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从后视镜里，我看见我曾经骄傲的哥哥，在雨天的泥地里拼命追着车尾跑，直到重重的绊倒，再也没有爬起来。听到这2句话，许昕野的手微微发颤，手里的咖啡被晃得泼溅到衣服上。旁边的助理发出一声惊呼，慌忙抽出湿巾，想要去擦拭那片咖啡渍。滚开！擦什么擦？你们都听见了吗？这就是他高高在上的嘴脸。继续念，我倒要听听他这5年究竟去了哪个天上人间享清福。谢记者抱着日记本的手满是冷汗，他咽了一口唾沫，翻到了日记的第2篇。医院检查2019年4月5日，日记君，我又来了。今天我一个人去了小诊所换药，我一路都在安慰自己，也许上次在卫生院里的化验单只是弄错了，如果没生这个绝症，我就可以回去找哥哥。我连怎么开口都想好了。赶紧去大医院，赶紧住院去。听到这里，许昕野猛地抬起头，脸色苍白。谢记者红着眼眶，一字一顿地读着：化验单没出错，我马上就要病死了。可在这种时候，我反而觉得这可能是老天对我和哥哥最后的仁慈。我知道爸爸妈妈在我刚出生时为我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金额足足有300万。本来爸爸妈妈是打算在我成年那天作为一件礼物送给我的，但现在我想这笔钱有了更好的去处。我联系了基金会的负责人，用受益者得了绝症这个理由提前取出了钱，把这300万匿名转进了哥哥的账户里。听到这里，许昕野手中的咖啡杯彻底脱手，他浑身僵硬。5年前账户里突然多出来的那笔救命款，竟然是他给的。离开小诊所的时候，身上疼得我走不动路，我连药都没钱拿，只能躲在没有人的垃圾站背后，把之前买的止痛药干咽下去。最后一段话读完，谢记者放下手中的本子，眼眶通红地看着沙发上那个男人。徐总，这一声仿佛触动了某个濒临崩溃的临界点。骗子，他从小就是个满嘴谎言的骗子。
10岁那年为了逃学，他能把心度计泡在开水里装发烧骗急诊。现在18岁能耐长进了，知道借别人名头写绝症的狗血强断了。念，给我继续往下念，我这就要看看他这个烂透了的谎到底能圆到什么时候。谢记者深吸了一口气，手指发颤翻到了下一页。这个病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最近几天，我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全身性骨痛，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晚上我饿得眼前发黑，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了夜市巷口，看到一只流浪狗正在嗅拌和别人吃剩下的冷餐，我红着眼睛把那只野狗赶走了，从塑料盒里捡沾了灰的排骨吃。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哥哥最疼我，他会系着围裙亲手下厨，把排骨上的碎骨头全部剔得干干净净，再端到我面前。可现在我蹲在夜市巷口，一边吃一边疯狂咳嗽，可是我不能就这样饿死在路边，那样哥哥就会发现我的秘密。谢记者读完的瞬间，许昕也猛地俯下身子捂着胃部，助理连忙冲上去递水。滚！都给我滚远点！谢记者后退了半步，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翻开了下一页。买药与筹钱。2019年4月18日，日记君，我好疼，疼得我几次差点昏过去。可是我现在连1块钱都没有了。对了，那家发廊有办法了。我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去发廊把我的头发卖了。拿着理发室给的蒸巴巴的100块钱，去药店买了一盒最便宜的止痛片。我没有头发了，日记君，我变得好丑啊！如果哥哥现在看到我，一定认不出我了。谢记者看着日记的后半页，闭眼抹了一把眼泪。班主任又给我打电话了。为什么这么多天没去学校？你不要因为家里变故就不敢让他再查下去。一旦他找到哥哥，哥哥就会知道我之前说的都是假的。我不念了，我要退学。不行，你明天必须来一趟学校，不管你愿不愿意，我都会联系监护人。果然很快哥哥就打来了电话，我盯着来电显示上的名字，犹豫了好久，我最后还是接了。哥哥那边很安静，过了一会儿，他才用很冷很硬的声音问我：许清然，我知道你不想再和我扯上关系，我不管你现在跟了什么人，也不管你要过什么日子，但你不该为了那点虚荣连书都不念了。你以前不是最在意成绩吗？现在这样自甘堕落，你对得起爸妈吗？听见他声音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才10几天，我已经想他想得快疯了。我一只手捂着嘴不敢出声，怕他听出来我在哭，可眼泪还是一直掉。哥哥，我真的好想你。现在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吗？那好，我不会再管你了。我抱着手机哭了很久。刚才通电话的时候，我听到了他那边的庆祝声，知道他的情况在一点点好起来，这就足够了。我想了想，还是把他拉黑了，决定明天就去办理退学手续。这页念完后，谢记者的手停在纸边，半天都没翻下去。会客厅里静得让人喘不过气。谢记者，你停下来干什么？2019年4月20日，日记君，我又搬家了，卖掉头发换来的那点药，开始对我没有用了。晚上我走进一家3无黑诊所，想求他们卖我一点最劣质的消炎粉。可是这里的黑衣认出了我是前几天新闻上失踪的许家大小姐，想把我绑了，跟哥哥狠狠敲诈一笔几千万的赎金。我吓得甚至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眼看着那个针头刺向我的胳膊。就在这个时候，黑诊所的门被人踹开了，是在隔壁脏水巷子里洗盘子的陆昭姐姐。之前看我可怜照顾过我2次，她连围裙都没摘，冲进来一脚把那个黑衣踹翻了。她指着那个黑衣，你再敢碰他一根指头，老娘今天就拿你这身肥肉包饺子，给我滚开！然后他扔掉刀，将已经快要昏过去的我揽进怀里，一点也不嫌弃我身上的血污，把我连拖带拽的背了出去，背回了他住的小房子里。会客厅里原本压抑的低气声稍微缓和了一丝，可下一刻，谢记者的声音再次沉了下去。但是陆昭姐姐背我回去后，事情变得更糟了。日记本上的字迹到了这一页，变得极其凌乱扭曲。他把我放在他的木板床上，想帮我换试衣服，可是衣服一掀开，他整个人都尖叫着后退了一步，捂着嘴看着我身上的紫斑一直哭。陆昭姐姐的手抖得像筛糠一样，她疯了一样去翻我的贴身口袋，结果翻出了我塞在内衣最里层那张被折起来的医院诊断单。哐的一声闷响，许星野的手垂在了面前的桌机上，他的肩膀开始了不受控制的颤抖，眼泪混着冷汗砸进地毯的绒毛里。谢记者连连深呼吸，试图平复自己哽咽的嗓音。陆昭姐姐看完那张纸，眼底的眼泪瞬间砸了下来，她指着我，嘴唇都在哆嗦。你是个疯子吗？你连命都不要了。可是骂完，他转身就反锁了地下室的铁门，给我煮了一碗小馄饨。2天没看见你了，
也没吃过东西吧？先吃一点再说。我捧着碗掉眼泪，可是刚张嘴想吃一口，就吐了一口血出来。听到这段话，瘫坐在沙发里的许星野只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紧了。谢记者的声音因为压抑而变得沙哑。包扎完后，房间里安静的可怕。陆钊姐姐看见这一幕，双手捂着脸哭了好久，才抬起那双通红的眼睛。你才几岁啊，穿得像个在路边要饭的垃圾，你家里人怎么一点良心也没有？就这样不管你了啊？我躺在硬木板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可是听到他骂家里人，还是强撑着转过头看着他的眼睛。我哥哥他不是没良心的混蛋，他不是不救我，是我逼他恨我的。听到这话，许星野脑子里那根弦彻底崩断了。谢记者的眼泪再次砸了下来。他猛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哥就是个混蛋，我就不信他一点端倪都看不出来，就让你在这里流鼻血等死。我要是你哥，去大街上要饭也得给你治病。”谢记者的声音颤抖得更加厉害了。我看着陆钊姐姐气得发抖的样子，眼泪大颗大颗的滚进枕头里。我伸出那只手，死死拽住了她的衣角，拼命对她摇头：“姐姐你不懂，我哥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了。咱们家破产的时候，那些讨债的人拿着棍子来砸家，我哥为了护着我不被伤到，不肯退半步。他从小就是个天之骄子，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他会难过一辈子的。也许是因为他刚刚救了我，给了我一点黑暗里的温暖，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谢记者擦去模糊了视线的眼泪，念出了这一段交心的最后结局。陆钊姐姐听完我的话，整个人僵在原地看了我很久，然后她红着眼眶骂了一句特别脏的话：“你真是这辈子都没救了。”骂完这句，陆钊姐姐转过身去，偷偷抹了一把眼泪，然后她拿出了一个塑料盒子，塞进我的怀里，里面是她的全部积蓄。她跟我提过，等以后攒够了钱，她要去开一家甜品店，做最好吃的蛋糕。可现在她的声音恶狠狠的：“我不管你那个骄傲的混蛋哥哥死活，我只管你。你给我好好睡，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带你去看最好的医生。”说到这，他一把按住我，转身翻出了一根粗麻绳，一言不发地扯过我的右手，用绳子在我的手腕上缠了2圈，然后将另一端直接绑在了床头的铁架子上。谢记者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往下念：第二次逃跑，2019年4月22日，日记君，我怎么配呢？我怎么可能去要陆钊姐姐辛苦攒下来的钱？这样就算我多活了几天，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地下的爸爸妈妈？趁着陆钊姐姐为了给我买更好的抗生素，我咬着牙从床上滚了下来。绳子打的是死结，我解不开，所以我砸碎了床头喝水的旧玻璃杯，捡起了一块最锋利的玻璃碎片，用力的割断了绑在手腕上的粗麻绳。我把那个塑料盒子原封不动的推回了陆钊姐姐的枕头底下，然后我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羊挂件，那是我17岁的生日时哥哥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把这个小羊挂件连同一张纸条一起压在了塑料盒上。陆钊姐姐，对不起，你的甜品店一定要开起来，如果人有下辈子，让我去你的店里给你打工吧，别找我了，就当没有认识过我。谢记者的声音放轻了些。现在我蹲在一个台阶上写这篇日记，脚麻了，先停一下。纸页中间隔着一行空白，后面的字乱得像是写字的人，歇了很久才重新提笔。好啦，最近越来越糟了。中午我在便利店门口排队接热水，刚喝了一口就又吐了出来，这次血溅到手背上，旁边的人看见立刻躲开了。我前面那个阿姨把孙子抱到一边，还一直说离远点，别惹上麻烦。其实这也不怪他们，我自己照镜子都害怕，像电视剧里下一秒就要死掉的人。会客厅里静得可怕，谢记者垂眸念着。我扶着墙蹲了很久，眼前一阵一阵发黑，等缓过来才看见血滴到日记本上了。我赶紧拿袖子去擦，结果越擦越大，连字都晕开了。对不起，日记君，我总把你弄脏。念到这里，许星野的手背绷起了一道青筋，而谢记者像没看见一样继续往下。我正发呆的时候，有人拿伞柄轻轻碰了碰我，我抬头看到一个卖烤红薯的阿姨，她从炉子里夹了一个红薯塞给我，又把口袋里卷成一团的钱塞进我掌心。我赶紧摇头拒绝，她却板着脸：“拿着，买瓶水漱漱口，你这样看着吓人。”说完，她就推着车走了，像怕我追上去还钱。谢记者翻了一页夹着的小票，显然那上面也沾过血。我在街对面偷偷看她，她在路边摆摊到天快黑。后来一个男人拄着拐来接她，另一只手还牵着个小女孩。小女孩一看见烤红薯就笑，阿姨就掰了半个小的给她，自己一口都没吃。他们收摊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男人一边搬炉子一边咳，腿脚也不方便。我一下就觉得手里这点钱特别烫，所以我绕到他们停3轮车的地方，把钱和那个没舍得吃的红薯一起塞进了小女孩书包侧边的网兜里。谢记者鼻尖有些发酸，他缓了缓才继续。塞完我就跑了几步又喘得不行，只能扶着电线杆停下来，回头看见那个小女孩举着红薯，开心的一直晃。阿姨愣了好久，最后抬头朝四周看。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多善良，我只是突然想到
道，如果哥哥看见我拿了他们的钱，一定会骂我没出息，所以我还是还回去吧。这句话一出，许星野眸光骤然一沉。谢记者顿了顿，继续念最后一节。陆昭姐姐是好人，卖红薯的阿姨也是。这个世界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糟，可越是遇见好人，我越想逃，因为他们给我一点点好，我就会想活久一点。可活着太贵了。最后6个字写得很重，像是笔尖在纸上压了好几下。谢记者轻轻合上那页。会客厅里没人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工作人员才哽着声音开口：“他不是怕被连累，是怕连累别人。”旁边的场务助理声音轻轻的。而且这位陆昭如果能找到，很多事儿都能对上。谢记者顺势看向许星野：“许总，我们节目组现在就可以让人去查那家小诊所。”可许星野却厉声打断了他。住口！他猛然起身，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上。闭嘴！我叫你闭嘴，听不懂吗？许星野双手死死揪住自己的领口。我不查，这都是假的。他的眼里满是空镜，不敢面对这样残酷的真相。他像个失去神智的疯子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就是想要钱，对，他就是和那个职业骗子串通好了，故意写这种剧本来恶心我，想看我下回痛哭。他做梦。工作人员有些不忍心，忍不住辩驳：“可是徐总，他都已经死了啊！”许星野的声音猛地拔高：“死了正好，死无对证。”他一手扶着额头，一步一步地往后退。随他怎么写剧本，你们想播就播，我凭什么要为一个骗子买单？谢记者还想再说什么，许星野却已经迈步往外走。擦肩而过时，他丢下一句狠话：“他既然喜欢骗人玩消失，那就继续消失吧，我就当他真的死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出了会客厅。采访就这么突兀地断在了这里。访谈播出后的第2天凌晨，许氏公关部的电话就快被打爆了。有人把那段采访逐帧剪开，专门截出许星野的反应，做成对比视频发了出去。不到3个小时，播放量破1000万。紧接着，另一个自媒体放出了一张5年前的旧照片，许星野戴着口罩下车，身边还跟着精神科医生。发图的人信誓旦旦：“那段时间许星野几乎每周都会去，有时一待就是一整晚。”再往下吧，有人翻出许氏上市前1年的慈善基金设立资料，发现基金的资助方向长期集中在青少年心理危机与孤儿援助，一时间猜测满天飞。父母去世，公司破产，加上妹妹被刺，这不抑郁才怪吧？他不是不痛，是痛太久了。我现在开始怀疑，他当年根本不是恨许清然，是被他彻底打碎了。有病就能洗白，被抛弃的人是他，别带节奏。徐总现在过得很好，早就不需要那个妹妹了。你们没看见吗？他早就有新的妹妹了。比起心理诊疗的旧闻，更刺激眼球的是新妹妹。这一回不是网友口口相传，而是有博主直接放出了一组成年活动照。许星野站在宴会厅中央，身侧是一个穿着粉色上衣的少女。照片下方的主持词截图写得清清楚楚：许家千金许婉小姐。接着又有人扒出许婉成人礼的视频片段，不仅有各界知名人士的道贺，还有数不清的礼物。这下舆论烧得更旺了。看见没有，人家不是没有妹妹，是已经重新选了一个。许清然最可笑的地方就是离开的时候那么干脆，回头的时候人家身边早没他的位置了。如果他日记是假的，那他现在看着许婉被宠成这样，不得活活呕死。而围绕那本日记，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有人专门开帖逐页分析，觉得不像瞎编，有些生活细节太真了，不是光靠想象能写顺的。可骂声同样汹涌，写的真不代表是真的，职业骗子最会写细节，他要真那么好，为什么当年骂的那么难听，还打了哥哥？我最烦这种，我都是为你好事洗白，做都做了还想靠日记翻盘。争议太大，热度越滚越高，几家平台同时找到电视台想买独家转播权，台里闻到风向，立刻改了方案。原本只是做一期深夜特别节目，最后直接改成连续3晚真人直播解读，还临时搭了个小型演播间，把那本日记锁进防爆玻璃展示柜里。可在开播前，节目组卡住了，台长亲自发话：这东西风险太大，必须让许家千确认输。当天傍晚，电视台请了法务总监和副台长一起去许氏，许氏总裁办外，助理接待了他们。法务总监把文件递过去，语气很客气。我们拟定了2个版本，一个是保守封存，后续不再公开；另一个是全授权节目组可自行决定播出范围，还是要看徐总的意见。助理接过文件，没有立刻说话。副台长看了他一眼，语气里带了点试探：徐总现在方便吗？助理顿了顿，方便，但他未必愿意理这件事。我们先去会议室吧，徐总稍后就到。许星野走进会议室时，神色淡得近乎漠然。副台长起身寒暄：徐总，实在抱歉，这件事占用您时间了，主要是那本日记。现在的社会关注度太高，后续公开与否都得先问过您的意见。许星野连做都没做，直接伸手把2份文件都翻了一遍，干脆利落的在授权页末尾签了字。见状，副台长一愣：徐总，您不再看看具体条款？许星野把笔丢回桌上，嗓音冷淡：没必要，他留下的那堆东西跟我没关系，你们愿意拿去做节目还是别的，都随便。法务总监迟疑了一下，那节目里如果涉及许家的其他成员，男人抬眸，眼神冷了下来。许家现在只有一个妹妹，那就是许婉。会议室里一下子没了声音，助理站在一旁垂着眼，指节却无声攥紧。不到半小时，这个消息就被节目组非官方渠道放了出去，网友彻底沸腾，全部授权，笑死！这是真不在乎，连封存都懒得选。徐总是真把他当死人。许清然现在要是还能看到，估计脸都绿了。人家连许家身份都不给他留，许婉
婉才是唯一的妹妹。可是事情没有朝着预想的方向走。当晚有个叫旧城档案的博主忽然放出一份5年前的学籍变动截图，徐某因个人原因申请休学，时间正好卡在日记里写的退学前后，整件事又被提添了一把火，网友期待值被调到了最高。于是节目组决定换一种形式，全网同步直播拆封，节目名字就叫他死前究竟写下了什么。开播当晚，谢记者提前进入直播间时，后台导播都快疯了。预约人数260万了，平台那边让我们注意服务器负荷，别炸了，弹幕审核家人。谢记者站在桌前，看着那本日记半天没动，工作人员把耳麦递给他。谢老师，后面的内容您真没看？他摇了摇头。工作人员迟疑了一下，还是选择提醒。台长说您最好提前翻一下，免得出直播事故。谢记者低头笑了下。如果连我都提前知道了，今晚就没意义了。直播刚开，弹幕就铺天盖地压过来。终于开始了，快点翻！我是来看打脸还是反转的？先别骂，等看完再说。谢记者面对镜头，先郑重地鞠了一躬。各位晚上好，今晚我们一起读完一个已经不在的人留下来的东西。我知道大家立场不同，看法也不同，但在真相全部揭开前，我还是想替一个已经无法开口的人求大家一句，先别急着下判词。他说完伸手碰上封皮，直播间人数瞬间破了200万。而另一边，许家别墅里，许昕也正在书房里签文件，徐婉在楼下和朋友庆生。客厅放着钢琴曲，笑声断断续续传到他耳边。助理手里拿着一部备用平板，敲门进了书房。徐总，电视台那边已经开播了。许昕也笔尖没停。我说过不必告诉我。助理顿了顿，是，但平台推送已经上了首页，楼下也有人在看。许昕也这才抬了下眼。谁在看？助理斟酌着措辞。许小姐的朋友，他们在讨论。许昕也手里的钢笔啪的一声合上，神情仍旧冷淡。把楼下电视关了。助理的声音低低的。已经让人关了，但手机和平板拦不住。许昕也重新靠回椅背，闭了闭也没说话。助理以为谈话到此为止，刚要退出去，却听见他忽然开口。别让徐婉看这个。助理愣了下，点头应了。他转身走到门口时，身后又传来男人的声音：“平板留下。”助理脚步猛地停住，回头看他，许昕也已经重新翻开文件，语气听不出一丝波澜。静音放在哪？助理沉默2秒，照他说的做了。屏幕亮着，直播画面里，谢记者正把那本日记缓缓翻开，指缝里掉下来一小截断掉的红绳，末端还粘着几根细软的猫毛。他指尖微顿，把那截红绳放到桌上。同病相怜的小猫。2019年5月3日，日记君。今天我捡到了一只猫。其实应该说是他赖上我的。我下午去旧居民楼后面的垃圾投放点，想看看有没有人扔掉还没坏的纸箱。最近夜里总冷，我想着垫在身下至少不会那么冰。结果我刚把一个还算完整的箱子拖出来，就听见里面有很轻的叫声。我低头一看，发现里面蜷着一只橘白色小奶猫，像是谁顺手扔进去不要了。弹幕几乎一下炸开，是谁把小猫扔垃圾箱里啊？完了，我最受不了这样了，他自己都这样了还捡猫。谢记者继续往下念，我一开始没想管他，我现在连自己都快养不明白了，再捡一只猫就是一起等死。所以我把箱子重新推回角落，转身就走。可我走出去没几步，后面就传来很细的一声喵，像是再不理他它就要没了。我还是没忍住回头把它抱起来了。它和我挺像的，都是病歪歪的没人要的，明明没什么力气了，还非要拼命抓住一点活下去的东西。谢记者的声音低了些，你眼光真差，这么多人不找非找我。他听不懂，只会小声叫，我给他取名叫长生，希望他命大一点，别像我一样活得这么艰难。直播室里静得很，只剩他的声音在回响。我原本想去宠物医院，可走到门口看见贴着的价目表，又退回来了。后来我一路打听，找到了一家流浪猫救助点，在一条很深的巷子里，屋里全是猫叫声。接待我的是个扎头发的姐姐，她把长生接过去看了看。他不是单纯挨饿，腿应该是被人踩伤了，还发着烧，眼睛也有炎症，得先做基础检查再打针。如果拖下去，猫这么小，可能挺不过2天。这时弹幕已经开始疯狂刷，别叨我。谢记者顿了顿，继续念。我问他大概要多少钱，他说大概要1000多。我一下就不敢说话了，他大概也看出来我没钱，又补了一句：救助点能帮着贴一点，但药、检查和后面几天寄养不可能全免，可以先把猫留下，但最迟明天中午前得把钱补上。我低头看着长生，他缩在旧毛巾里，努力朝我这边看，像在问我会救他的，对吗？我把身上所有的钱翻出来，一共100多块，连给他打一针都不够。我抱着装长生的小纸盒，坐在救助点门口的台阶上。长生，你真的很笨，满街那么多穿得体体面面的人，你不赖，非赖上我这个自己都快死的人。我穷得连止疼药都快买不起了，你还指望我救你？他把脑袋往纸盒边缘蹭了蹭，像是在安慰我。这几句一出来，弹幕立刻一片哭。他还安慰他，受不了了，快点儿。后来呢？
谢记者吸了口气，继续往下念。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想到了哥哥给我的那张副卡。我原先是舍不得花，那上面连着的是哥哥的账户，我每花一笔他都看得见。可长生等不起，所以我还是去了银行。可这张卡被哥哥停了。想了想也对，是我先说断绝关系，也是我先把他拉黑了。他停掉副卡本来就是应该的，可我还是觉得难受，因为我终于意识到，我和哥哥之间最后这一点牵连，也快被我自己做没了。直播间安静了几秒，弹幕变得零碎又密集。他终于意识到了，可他还是为了猫打电话。谢记者继续念：我本来没想再联系哥哥的，可我低头看着纸盒里的长生，他那么小，连叫都没力气了，我做不到看着他死，所以我把哥哥从黑名单里放出来，给他打了电话。哥哥开口第一句就是冷笑。许清然，你终于舍得把我放出来了，不是挺有骨气的吗？不是说这辈子都不想和我扯上关系了吗？怎么没钱了？谢记者念到这儿，轻轻停了一下。哥哥一开口，我准备好的话就都堵住了。我本来想问他，最近是不是还总熬夜，胃疼好点没有，有没有好好吃饭，可这些我都不能问，我怕我一问就舍不得继续装下去了，所以我只能说给我打1000。弹幕瞬间刷得更疯。他明明想问别的，哥啊，你就听一句吧，又是2000。我真的哭死！谢记者翻过半页继续。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听见了哥哥压得很低的呼吸声。许清然，你这么久不联系我，现在打这通电话就只是为了钱？我咬着嘴唇，嘴里全是血腥味。我知道，只要我迟疑一下，只要我说一句不是，他就一定会继续追问，会来找我。可我不能，所以我说对。哥哥那边像是哽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很轻的笑了声。你要钱是吗？我给你，你满意了吗？我就不该还对你抱有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断绝兄妹关系。说完电话挂了，直播间里已经有人开始刷。别念了，受不了。可更多人还在催着继续。谢记者低头，继续把后面的内容念完。电话挂掉以后，我蹲在路边抱着纸盒，忽然开始吐。长生大概是被吓到了，拼命往我手边拱。我摸了摸他，让他别怕。其实我自己也怕，可疼着疼着好像也就麻木了。缓过来以后，手机亮了，哥哥给我转了3万。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我想把多余的钱还给他，可点开转账页面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把我删了，电话打不通，消息也发不出去。哥哥是真的不要我了。我抱着长生哭了很久。以前我一直希望哥哥能忘了我，可他真的这样做了，我却难过得快喘不上气。长生，至少你以后还会有家，可我没有家了。最后一句念完，弹幕彻底炸开。我哭崩了，他自己都没家了，还要先救猫，把我的都给你，你满意了吗？我心碎了。长生后来怎么样？求求了，快翻下一页。就算是编的，这也太刀了。零零星星还有几条质疑飘过去。会不会连猫也是编的？他真的太会写了。但这些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更多人现在只想知道，那只叫长生的小猫到底救没救回来。谢记者摘下眼镜，拿纸巾擦了擦眼角，深吸一口气，才继续往下念。与此同时，许昕也坐在桌前，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手边那份文件始终停留在同一页。谢记者翻到下一页时，夹在纸中的是一张购药小票。他把那张小票轻轻压在桌角，低头看向标题：止痛药2019年5月15日，日记君好久不见。先说个好消息，长生现在好多了。救助点的姐姐说，他命大，后面只要别再受伤，慢慢就能养回来。现在他特别粘人，我去接临时工的活，他就蹲在门口等；我去公共水房洗脸，他守在门外不动。晚上我翻个身，他都要爬起来确认我还在不在。谢记者顿了顿，继续念下去。前天半夜，有个喝醉的男人摸错了门，把我那间的门拍得震天响，我吓得不敢出声。是长生先炸毛了，冲着门又叫又挠，才把对方吓走。他小小一只，凶起来却像真能保护我。有时候我都觉得他不像我捡来的，更像是老天看我太惨，临时塞了个伴给我。弹幕里顿时刷过一片。长生太好了，猫猫真的在护着他，他那时候活着全靠这一点陪伴了吧。谢记者目光下移，声音慢慢沉了下去。不过我自己就没那么好了，最近整个人都越来越不对劲。我知道这是身体在告诉我快到头了，可我现在最怕的不是死，而是疼。以前止痛药还能压住一点，现在不行了。我去药店买药的时候，店员一看我买的多，就会先把药盒按住，问我是不是自己吃。有个年轻店员还偷偷把店长叫出来，看我的眼神像怕我买回去寻死。我只能把那张皱巴巴的病历单拿出来，一遍一遍解释，不是的，我是真的疼。后来一个上了年纪的阿姨看不过去，把我拉到一边问，家里是不是没人管了？我没说话，她叹了口气，给我少算了几块钱，还多塞了2包冲剂，让我发烧的时候泡着喝。小姑娘，能少吃止痛药就少吃，吃多了胃受不了。我点头应了，心里却想，胃受不了算什么？我现在是整个人都快受不了了。镜头下那张购药小票安静地躺着。昨天我去商圈口做气球派发，一天120不管饭。我本来想着撑一撑，做完这单就能把下周房钱凑出来了。可刚站到下午，太阳一晒，我就开始冒冷汗，手里的气球线都抓不稳。长生在不远处的花坛后面盯着我，尾巴都不摇了。后来有个小孩来拿气球，我一低头，眼前突然一下
下全黑了。等再醒过来，我人已经在医院观察室里了，床尾还蜷着长生，他大概是跟着救护车跑来的，爪子都蹭脏了。见我醒了，立刻跳上床边，差点被护士赶下去。弹幕顿时一片心疼。他还跟去医院，受不了了，真的。他还在惦记房钱。谢记者继续念，长生一直围着我叫，谁都不让碰，是旁边卖奶茶的姐姐把自己的外套给他包起来，他才肯安静一点。医生来看我的时候，脸色特别难看。你要是再不住院，哪天在外面晕过去，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耶。他还问我是不是故意拖着不治，我心想怎么会有人故意呢？可钱就是不够，命又偏偏这么贵。谢记者念到这里，喉咙有些发紧。医生让我通知家里人，我说没有，可他不信，沉着脸把病历翻来翻去，最后说就算跟家里闹翻了，生病也不是赌气的时候。我差点被他说的想哭，最后还是忍住了。我只跟他说我去趟洗手间，然后趁没人注意把针拔了，抱着长生从后楼梯跑了。听到这里，弹幕里顿时刷过去一片。他又跑了。谢记者继续，跑到医院门口的时候，我低头算了算，这趟没赚到工钱，还倒贴了来医院的费用，心疼的都快忘了自己刚刚差点死过去。长生坐在我怀里，抬头看我，一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叹气的样子。我点了点他的脑袋，你看养病真的很花钱，你以后可别学我。这一句念出来，直播间里有人边哭边笑。谢记者翻到后面，语气更轻了几分。真正难熬的还是晚上，我回去以后一开始还撑得住，洗了把脸假装自己没事，可刚一躺下，身上那股疼就又上来了。长生大概能感觉到我不对，一晚上都没睡踏实，后来干脆直接趴在我胸口听我的呼吸。我怕压着他，伸手把他抱到旁边，他不肯，又自己爬回来，喉咙里一直发出很低的呼噜声，像是在哄我。可后来我还是撑不住，冲进卫生间吐了，眼前一直发花，像整个人都要被掏空了。我抱着洗手池边缘，连站都站不稳。等缓过来一点，已经不知道过去多久了。长生一直守在门口，见我坐到地上，就立刻过来舔我的手，又去拱我的袖子，像是想把我拽起来。我靠着墙坐了很久，最后才勉强站起来去照镜子。镜子里那个人，连我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谢记者念到这里，声音明显慢了。以前哥哥还总捏我的脸，说我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连生气的时候都像在闹着玩。我那时候最烦他捏我脸，总嫌他说我胖。现在倒好了，脸是真的瘦下来了，却丑得我自己都想躲。我忽然想，也许我真的会一直停在18岁，可我想长大，想像普通人一样慢慢变老。我还想看哥哥重新站起来，想看他平安顺遂，一辈子都好好的。这些愿望听起来明明一点都不大，可好像我一个都等不到了。直播间里弹幕已经满是破防了。谢记者继续念最后一段。不过换个角度想，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至少哥哥见不到我现在这个鬼样子，他要是看见，估计又要皱着眉骂我。许欣然，你就不能把自己照顾得像个人一点？想到这里，我居然还笑了一下，真没出息，都这样了还在想他骂我。我洗了脸，拍了拍自己，告诉自己再忍一忍，然后回床边拿温水把药吞了。后半夜我又开始烧，日记君好疼。谢记者停顿了一下，低头看向最后几行，那几行字很轻，像是写字的人已经没力气了。其实我真的很想哥哥，不是想让他原谅我，也不是想让他知道真相，我就是很想再看看他，远远的看一眼也好，如果还能有这个机会就好了。念完最后一个字，谢记者把那张勾要小票轻轻折好，放回日记旁边，摘下眼镜，偏过头压了压眼角。弹幕已经彻底疯了。他到最后想的还是他，不是求原谅，是只想看一眼。许星爷，你到底知不知道？快翻下一页，他见到了吗？我真的受不了了。当然，依旧零星星有些质疑，太像故事了，写的太会煽情，可恶！我明明知道可能是假的，还是哭了。但这些声音已经很快被淹没。现在所有人都只想知道，他后来到底有没有见到许星野。许家别墅书房里，平板无声亮着，许星野坐在书桌后，眸光停在屏幕最下方那句话上，许久没有挪开。他放在桌上的手慢慢收紧，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另一只手，点开了桌角那部一直静音的手机，屏幕亮起，停留在和助理的对话框上。许星野盯着看了2秒，最终却什么都没发，只是把手机重新扣了回去。直播间里，谢记者翻到下一页时，动作明显比之前更慢。那一页里夹着一张皱掉的停车票，还有半张医院大厅的导诊单。展开后能看见上面印着精神心理科几个字，弹幕几乎是瞬间炸了。医院，他真的去见哥哥了，快念快念。谢记者低头翻开日记，见到哥哥，2019年5月20日，日记君，我今天要出门干一件大事，我要带着长生一起去偷偷看哥哥了。为了不被认出来，我特地做了准备。镜子里的我看起来鬼鬼祟祟的，像电视剧里跟踪人的坏蛋。长生一直围着我转，大概以为我要带他去玩，尾巴摇得停不下来。我蹲下来捏了捏他的耳朵，今天不许乱叫，也不许捣乱，我们只是远远看一眼就走。日记君，等我回来。谢记者念到这里，轻轻停了停，弹幕疯狂往上刷。他真的去了，这一夜一定刀死我，快继续。他往下翻了半页。我回来了，哥哥
得还是和以前一样。可他也不太一样了，眉头总是压着，好像很久都没有真正开心过。我原本真的只想看一眼就走的，可我在商场外等了快1个小时，终于看见他从车上下来，心跳得特别快。等真看到他，我却怎么都迈不开步子。我想原来人太想念一个人的时候，连远远看见他都会腿软。哥哥拐进了旁边那栋医院大楼，我一开始以为自己看错了，还特地抬头确认了好几次。我抱着长生站在街对面，脑子里一下空了。我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会来医院，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跟，最后还是跟了。我怕被他发现隔得很远，长生好几次想叫都被我按住了嘴。哥哥一路上楼，停在了精神心理科门口。这一句出来，弹幕瞬间静了一下，紧接着以更快的速度滚起来。精神心理科，天，所以之前网上扒的是真的。我看着那几个字脚都僵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哥哥会来看这个，他明明那么要强，连最难的时候都咬着牙不肯低头。我以前发烧住院，他守在床边，还能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说：许清然，你哥我铁打的，天塌下来都不会有事。可现在他一个人坐在走廊等号，瘦的手腕从袖口里露出来一截。我站在拐角后面，忽然觉得特别难受。哥哥进去看诊以后，我在外面等了很久，长生在我怀里睡了一会儿又醒了，一直拿爪子轻轻扒我袖子，我脑子里乱得不行。最后还是趁医生送下一位病人出来的时候，鼓起勇气走了过去。刚刚进去的那个人情况是不是很不好？医生立刻皱眉，这是病人隐私，无可奉告。我知道他不会告诉我，可我还是没忍住，我跟他说我是他妹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都心虚，因为我已经没有资格当他妹妹了。谢记者念到这里，眼眶也有些发热。医生看了我好一会儿，最后叹了口气，把我叫到一边。你真的是许星野的家属？我肯定的点了点头，他语气里有了些无奈。为什么现在才来？我答不上来，只能低着头一直说对不起。弹幕里已经有人开始哭。别念了，他为什么总是在说对不起？哥哥妹妹都在互相折磨。谢记者顿了顿继续。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跟我说了一些事情。哥哥的情况不算1天2天了，父母出事以后创伤一直都在，后来公司的事债务的事，再加上我的离开，把他压得越来越重。医生告诉我，哥哥最开始不是恨我，是拼命想证明自己还能把我找回来，后来找不到了，才慢慢变成恨。直播室里只剩谢记者压着情绪的声音。我问医生他现在怎么样，医生看了我一眼。老实说不太好，长期失眠，情绪反复，还有明显的自伤倾向。最严重那阵子，手臂上都是新的旧的伤。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听不清后面的话了，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的。我以前总以为只要哥哥恨我一点，日子就会好过一点，原来不是这样的。谢记者念到这里停了一下，抬手把那页纸稍稍举起，镜头扫过去，他喉咙发涩，这一页有很明显的泪痕。弹幕立刻一片哭声。谢记者放下日记，调整了一下呼吸，继续往下念。我站在医院走廊里哭了很久，哭到最后眼睛都肿了。长生被我抱得不舒服，一直轻轻症，可我还是停不下来。我忽然觉得自己真没用，我以为离开是在救哥哥，可到头来我什么都没救到。我眼睁睁看着他一个人变成这样，却连走到他面前都不敢。明明该生病的是我，怎么把哥哥也拖进来了？哥哥真的很笨，明明是我没用，是我一直在拖累他，他却把所有错都揽到自己身上。可哥哥明明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啊，他会把一整年的零花钱攒下来，就为了给我买一份我在橱窗前多看了2眼的生日礼物，会在我被学校里的坏学生堵住的时候冲过去替我出头，哪怕事后被老师和爸妈一起训，他也从来没后悔过。爸妈出事以后，他明明也快撑不住了，却还是先顾着我，怕我吃不好睡不好，怕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硬是把所有狼狈都挡在了我看不见的地方。我怎么会嫌弃他呢？谢记者继续往后念。我在门口等哥哥出来，我原本想哪怕就今天，哪怕只有这一次，我也许可以鼓起勇气走过去抱抱他，告诉他不是他的错，告诉他我从来没有怪过他。可等他真的从诊室里出来朝我这边走过来的时候，我还是退缩了。我抱紧长生站在人群最边上，哥哥从我面前走过去的时候离我很近，近到我只要抬一下手就能碰到他的袖子，可我还是不敢。有那么一瞬间，哥哥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偏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我吓得心脏都快停了。可他没有认出我，也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哥哥认不出来也正常，我也不想让哥哥看见我现在这样，不想让他再难过了。念完最后一句，谢记者沉默了很久，才把日记轻轻合上一点。弹幕已经是一片哭嚎了。他从他身边走过去了，他明明就站在那里，我真的受不了了。许星野，你妹妹那时候就在你旁边啊。这一段太疼了，快往下翻，后来还有没有再见？而此时许星也坐在书桌后，盯着那具平板屏幕看了很久，然后他忽然伸手拿过了桌上的手机，指尖停在助理的号码上，半天没有按下去。谢记者翻到后一页时，指缝里划出来一个硬纸生日帽，像是被人小心收进日记里，又在很久以后压扁了。镜头推进，弹幕猛地炸开。生日帽，他真的自己给自己过生日了，我已经不敢
清了。谢记者喉咙有些发紧，把那枚小帽子轻轻放到一边，低头看向日记。准备去死。2019年5月30日，日记君。我今天认真想了一整天，如果最后一定要死，我不想再被疼死了。主动结束生命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可现在我发现原来真正可怕的是明知道明天还会更疼，还是得继续醒过来。我今天在桥底下坐了很久，想这件事到底算不算错，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后来长生从我怀里钻出来，跳到我腿上冲我喵了一声，我居然还很认真地问他，你觉得我这样做对吗？他当然不会回答，可我还是对着他说了好久的话。最近我越来越像个神经病了，会对着你说话，对着长生说话，好像只要我先开口，世界就不会安静的那么可怕。弹幕里已经有人开始哭了。他不是神经病，他只是太孤单了，别这么说自己啊。长生根本就是他最后一点活下去的支撑。谢记者继续念着。下午我去了一家很远的药店，买了安眠药。卖药的大叔问我买这么多干什么？我说最近总做噩梦睡不着。他叹了口气，年轻人少熬夜。我点头说好，可我心里想的却是，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撒谎了。药拿在手里的时候，比我想象中轻很多。我本来以为买完药我会松口气，可走到半路，我突然想到长生，他怎么办？我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那个小房间里，他会饿，会一直等我醒过来。他已经被丢掉过一次了，我不能再做第二个丢掉他的人，所以我想得先把长生安排好。我想把他送给哥哥，他不会轻视任何生物的性命。有一次家里阳台飞进来一只受伤的鸽子，还是哥哥半夜抱着纸箱去敲宠物医院的门，他嘴上总嫌麻烦，真遇到了却从来狠不下心。长生要是跟了他，肯定能活得很好，而且哥哥一个人看起来太孤单了，长生那么粘人，也许能陪陪他。这样一想，我忽然觉得自己真聪明，连死后的事都安排好了。就是有一点不好，我一想到真的要把长生送走，心口还是酸酸的。资料室里很静，只有谢记者翻页的轻响。不过就在刚刚，我忽然又不想今天死了，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明天是我18岁生日，活到18岁很不容易，至少让我把这一天过完吧。我不想让生日和忌日写在同一天。那样以后要是爸爸妈妈在那边见到我，肯定又要心疼，所以再撑一天，等明天过去我再去找他们。这一页到这里结束，谢记者的手压在页角，过了2秒才继续翻到下一页。我的成年礼，2019年5月31日，日记君。今天我18岁了，先祝自己生日快乐。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屋子里只有我和长生。以前不是这样的，17岁生日那年，妈妈提前半个月就在挑裙子，非说成年礼前的最后一个生日也要漂漂亮亮。爸爸嘴上嫌他夸张，转头却把酒店的包厢都订好了，哥哥还神神秘秘的藏礼物。后来家里出事，这些东西当然都没了。镜头停在那页纸上，弹幕已经成片地刷他才18。谢记者继续往下念。今天一早我先做了2件事，第一件是拿热水把自己头发压一压，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别那么像鬼。第二件是给长生剪指甲，他扭来扭去特别不配合，差点把我手被抓破。我一边给他剪一边跟他讲道理，今天你得体面一点，以后见了哥哥别一上来就挠人。他当然还是听不懂，只会拿爪子抱住我手腕，像在闹脾气。这一段念出来，弹幕里有人边哭边笑。他都这样了，还给猫剪指甲，他真的在很认真准备把长生送给哥哥，受不了这个细节。谢记者继续往下。我本来不想花钱的，但是我想着18岁总该有点仪式感，所以我去了夜市，花15块钱买了一小盒草莓奶油边。老板娘看我盯着，旁边的生日帽看了好一会儿，大概是觉得我可怜，顺手送了我一个纸帽子。过生日啊，那送你了，小姑娘要开心一点。镜头扫过桌边那枚被压扁的生日帽，弹幕立刻刷满了屏幕。原来是老板娘送的，她还留着这个帽子，我真的哭麻了。谢记者继续。我抱着长生去了河边，把纸帽子戴到自己头上，结果一照手机前置，丑得我自己都笑了。我把帽子摘下来，又给长生戴上，他更不配合，甩了2下就把帽子顶歪了。最后我只好把他抱在怀里，假装我们2个都戴了。谢记者念到这儿，眼眶已经有些泛红。我把那盒奶油和草莓放在腿上，小声给自己唱了句生日快乐，唱到一半就不敢唱了，怕路过的人觉得我奇怪。于是我在心里补完了剩下的几句，然后闭上眼许愿。第一个愿望，希望长生平平安安；第二个愿望，希望哥哥以后万事顺遂，身体健康，长命100岁。弹幕已经几乎呼满整个屏幕。他真的从来没想过自己，到最后还是哥哥和长生，我真的心碎了。谢记者继续。我把草莓掰碎了分给长生，他吃得很认真，鼻尖上沾了一点奶油，我伸手替他擦掉。忽然想，如果这就是我的成年礼，好像也不算太差，至少我不是一个人。可我自己没吃几口就又开始恶心，弯着腰缓了很久。长生急得在我腿上来回踩，还不停拿头拱我。我缓过来以后做了最后一件事，我带长生去了自主宠物洗护店洗澡，他从头到尾都很乖。我把他吹干以后，长生终于变得
香香软软的，像一团晒过太阳的小毛球。我抱着它，忍不住低头亲了一下。这大概是老天送给我最后也最好的礼物。谢记者继续念最后一段。现在我已经决定好了，明天我会把长生送到哥哥那里，还会把卡里剩下的钱一起留下。哥哥给我的那2万，我没资格留着。长生也比跟着我更安全。如果一切顺利，这应该就是最后一次写日记了。明天之后我就去找爸爸妈妈。日记君，谢谢你陪我到现在。长生，别怪我，还有哥哥，以后不能陪你了，但我会一直保佑你。念到这里，谢记者嗓子已经彻底发哑，他本以为这一页结束了，手指也已经压住了纸边，可就在合上的瞬间，他忽然察觉到后面还有一张纸，像是仓促间加上的补页。谢记者的手顿住了，直播间弹幕疯了一样往上滚。还有，不是结尾。谢记者看着那张多出来的纸，呼吸都慢了一拍，他缓缓把那一页翻了过去。谢记者把那张补页彻底翻开时，先掉下来一张揉皱过又摊平的小纸条，上面只有几行字：他叫长生，不咬人，会用猫砂，吃的不多。最后一行写了一半，墨迹忽然断掉，只剩一个没写完的球。镜头推进，直播间弹幕像决堤一样涌了上来。这是留给哥哥的，别念了，我真的怕，是不是出事了？谢记者盯着那张纸条看了2秒，才低头去看日记。那一页最上面没有标题，只有一行被重重划过又重新写上的字：长生死了2019年6月1日，对不起，长生。只一句，弹幕已经开始成片地刷哭脸。他声音沙哑，继续念了下去。我本来以为今天死的人会是我，可先离开的居然是你。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以为只要把你送到哥哥那里，你以后就会有家有饭吃，不用再跟着我挨饿受冻。我甚至还提前写好了给哥哥的纸条，我还想写求你收下他，可是我没写完。谢记者念到这里，喉结重重滚了一下，因为我忽然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求哥哥什么了。今天中午，我带着长生去了哥哥常去的地方，是公司附近那条他每天都会经过的林荫路。我蹲在那里等了很久，久到长生在猫包里都睡了一觉。我怕他们还偷偷把拉链拉开一点，他就一直拿脑袋顶出来看我。我跟他说，待会儿见了哥哥要乖一点。后来哥哥真的来了，车停下的时候，我心跳快得厉害，连手都在抖。我本来是想亲手把长生递过去的，哪怕只说一句求你照顾他。可哥哥下车以后，身边跟着好几个人，我一下又不敢了，我怕他在人前看见我会更难堪。谢记者把声音压得很低，所以我还是退回去了。我把猫包放在路边花坛旁边，里面塞了纸条和那2万块钱，想着哥哥只要路过看见，总会停下来的。我自己则躲到了广告牌后面，想看着他被接走再离开。长生一开始很安静，可等哥哥真的走近，他就忽然开始叫。哥哥果然停下了，他低头看了长生一会儿，还伸手碰了碰他的脑袋。长生隔着拉链一直往他手边蹭，那一瞬间，我真的以为事情会按我想的那样发展。可哥哥最终没有把猫包提起来，他大概以为主人只是临时离开一下，也大概不想和任何陌生的麻烦扯上关系。他看了片刻，就被旁边的人叫走了。我站在广告牌后面，眼睁睁看着他走远。我本来想等人都散了，再过去把长生抱回来，到时候再换个办法。可长生比我更着急，他看见了我。谢记者念到这里，声音明显有些发颤。他突然从没拉好的拉链缝里挣出来，我一下就慌了，冲出去叫他名字。可我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跑得很慢，嗓子也哑。长生却跑得很快，他直朝我冲过来，我离他明明只有几步。谢记者的指尖微微蜷起，然后旁边车道拐进来一辆送货车，司机按了喇叭也踩了刹车。可长生太小了，他什么都不懂，我只看见他被撞出去的时候在地上滚了一圈，最后停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近到我扑过去时手一伸就能碰到。念到这句，谢记者彻底停了几秒，他的眼圈红得厉害，呼吸都有些不稳。直播间弹幕已经完全失控。不要啊，猫猫有什么错？我崩了，他本来今天就要去死的。他闭了闭眼，继续往下念。我把长生抱起来的时候，他艰难地睁着眼看我，我一直跟他说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把你放在那里，不该躲起来让你来找我。长生，你撑一下，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可我知道他可能等不到了。谢记者念到这里，已经忍不住偏过头去擦眼泪。我不停地哭，求他别走。可长生只是很费力地抬了抬头，轻轻舔了一下我的脸，就跟他以前哄我的时候一样，然后他就闭上眼了。这一句话落下，直播间里满屏都是哭声和崩溃。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别用猫刀我。谢记者声音更哑了。旁边围了很多人，有人问我要不要报警，也有人在找送货车司机，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我只抱着长生坐在路边，好像整个人都空了。后来我抱着他走了，去了爸爸妈妈那里，我把长生埋在他们墓旁边的一棵小松树下，那地方四季都能晒得到太阳，他以前最喜欢在有光的地方睡觉，应该会喜欢那里。
里，长生躺进去的时候，身体已经凉了一点。我把他的小红绳也放了进去，买好以后，我抱着膝盖坐在旁边，给长生唱歌，唱小时候妈妈哄我睡觉那首。我已经很多年没唱过了，歌词都忘了一半，只能想到一句就唱一句，唱到后来声音全变了。我一边唱一边哭，哭得快喘不上来。对不起，是我没有照顾好你。如果我不是想把你送走，如果我不是躲起来，如果我不是又胆小又没用，你就不会死。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直播室里静得可怕，谢记者继续念最后一段。也好，反正我本来也没想活过今天。长生，你跑慢一点，等等我。爸爸妈妈，你们也等等我。哥哥，再见。最后4个字念出来时，谢记者合上日记，手都在发抖。直播间已经彻底炸开。所以许清冉也死了，这到底是真的假的？猫死了，他也死了，这是节目效果吗？有人说句话吗？谢记者摘下眼镜，用力闭了闭眼，半晌才抬头看向镜头。到这里，这本日记结束了。关于许清冉是否真的死亡，我们节目组已经核查过，他于5年前已经死亡，死因目前能确认是服药自杀。这本日记我们会妥善封存，也请大家对一个已经去世的人保留最基本的善意。说完，他关掉了直播。热搜在短短半小时内连爆数条，大批量网友涌向许星野的微博，评论区彻底失控。徐总，你知道他真的死了吗？他最后去找过你，你知道吗？长生是他留给你的，许清冉不是拜金女。与此同时，另一条消息也迅速爬上热榜。一家城南流浪动物救助站的官号发了一个登记视频，登记人一栏写着许清冉，宠物名一栏写着长生。这条动态发出后，紧接着陆钊发了长文：我是陆钊，我一直以为冉冉只是躲起来了。他走后，我去他经常去的地方找过很多次，可是一直没找到他。后来我甚至去城南墓园找过，因为我记得他提过爸妈在那里，可我还是晚了一步。如果我当初没有让他一个人走，如果我再坚持一点，他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早死？除了长文，还有一段很短的视频。许清冉蹲在楼道口，抱着洗干净的长生，低头笑着拿鼻尖碰他的鼻子，那笑容苍白却真真实实，全网彻底哑了。之前那些骂他的评论被一条条顶上来，下面全是道歉和删屏截图。与此同时，许家书房外，助理站在门口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敲门进去。许星野坐在书桌后，桌上的平板已经黑了屏，只有那本并购案摊开着，一页都没动过。助理低声开口：许总，我想确认一件事。许星野脸色苍白，抬起头：什么事？助理握紧手机5年前公司楼下那条林荫路，你有没有见过一只猫包？许星野的目光微微一凝，橘白色的小猫。助理补了一句：系着红绳，很干净。书房里静了几秒，许星野像是被什么定了一下，半晌才低低道：见过，那天我从分公司回来，司机把车停在侧门，我下车时看见花坛边放着一个猫包，里面有只很小的猫，一直冲我叫。他的声音慢了下来，旁边还放了个信封。助理呼吸一滞：您打开了吗？许星野闭了闭眼，像是在逼自己回想。没有，我当时以为是谁恶作剧，或者是哪家员工临时寄放的宠物，正好秘书在催我上楼开会，我就让保安去调监控联系失主，可保安还没走过去，那猫就从没拉严的拉链里钻出来了。许星野的手指一点点收紧，他冲着马路对面跑，我顺着方向看了一眼，看见广告牌后面站着一个很瘦的女孩子，她冲出来的时候脚步都不稳，我以为她是猫主人。他停住了，后面的话像是忽然变得很难说出口。助理红着眼低声接上：然后猫出事了是吗？许星野没回答，可他沉下去的呼吸已经给了答案。过了很久，他才哑着嗓子继续说：那天我听见刹车声，也看见他抱着猫跪在地上，哭得整个人都在抖。我本来想过去，可会议那边的人已经全出来了，我最后没过去。助理低下头看了一眼手机里刚传来的完整调查档案，嗓子发紧：徐总，这段时间我背着您把日记里的事情都查了，所有的事情都对上了。他把手机轻轻放到桌上，还有警方在他遗物里找到的不只有日记，还有一封没寄出去的信。闻言，许星野的眼神猛地一颤，助理的声音发哑：收件人写的是您，里面只有一句话。他顿了顿，几乎不敢念出来：哥哥，对不起，长生没能替我陪你。空气像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了。助理退后一步，走到门口时犹豫了一下，还是低声补了一句：徐总，你妹妹真的很想您。门轻轻关上，书房里很久都没有动静。过了很久，许星野弯着腰，手里死死攥着那部手机，压抑的呜咽变成了失声的痛哭。终于知道他最恨的人从头到尾都在爱他，也知道他这一生最想留住的那个人已经永远回不来了。第二天，许星野没有让任何人代劳，亲自去了电视台档案室。谢记者站在桌边，把收集起来的东西一件件推到他面前。这些都整理好了。许星野看了许久，才把东西拿起来，动作轻得像怕自己一用力就捏碎了。临走前，谢记者忍不住开口：徐总，如果您觉得太难受，可以先……许星野淡淡打断他，嗓音很哑：先什么？谢记者一顿：先不看。他抱着文件盒，垂下了眼睛。他疼的时候，没人替他先停一停。现在这些我没有资格录。说完，他转身离开。日记后来没有被收起来，许星也把他随身带着，像个病人抱着自己的病灶。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哪一页都能停住很久，看到最后他已经不需要翻书，光是闭眼都能把那些句子背出来。有时候夜里惊醒，他甚至会下意识把某一段念出声。我只是想远远看哥哥一眼，哥哥看不见我现在这个样子也好。哥哥，对不起，掌声没能替我陪你。每念一句，像都在把已经结痂的皮又硬生生撕开。不是他忘不掉，是他不肯忘。许星也知道妹妹怕疼，小时候换牙时牙松了2天，吃饭都小心翼翼。
心翼翼抱着他手臂。哥哥，我会不会痛死？那时候他总笑他娇气，笑完了却又会转头去问医生，问有没有更不疼一点的办法。医生那时告诉他，你妹妹不是一般怕疼，是对疼特别敏感的那种，以后生病都可能比别人更难熬。那之后，许昕也把这话记进了心里。许家客厅的茶几脚全换成软包，许昕染爱赤脚到处跑，他就让人把家里每一块锋利的地方都处理掉，连他削苹果不小心划破了一点手指，他都能皱着眉追问半天是不是很疼。可就是这样一个连打针都能哭肿眼睛的小姑娘，后来一个人疼到深夜去买止痛药，疼到吐血也不敢住院。许昕也有时想到这里，会突然站起来走到窗边，扶着落地窗大口喘气。他没法想，可那些画面偏偏自己往脑子里钻。许昕染缩在昏暗的小房间里，疼得睡不着。许昕染抱着长生，边吐边发抖。许昕染一个人坐在桥边，口袋里装着安眠药。他越想越像有人拿锤子一下一下往他骨头缝里砸。有天深夜，助理进书房送醒酒汤，发现许昕也正盯着那本日记发呆，桌上散着几页复印件。助理把碗放下，小声劝他：“徐总，您该休息了。”许昕也像是没听见。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低低问了一句：“他最后那阵子是不是特别疼？”助理一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许昕也却自己笑了。他小时候打疫苗哭了1个小时，我还嫌他夸张。你说他那时候一个人是怎么熬过去的？助理眼眶发热，喉咙堵得厉害，只能低声说：“许小姐很想您。”许昕也缓缓抬眼，那双眼红得厉害。这就是最要命的地方。他想我，可我没去找他。采访那天，许昕也说那些话时，他心里还藏着一个极可笑的念头。如果许昕然也在看呢？如果他当年真是为了钱走的，现在看见他已经有能力了，已经把公司撑起来了，已经什么都能给了，他会不会回来？他想说的是，冉冉，哥哥现在有钱了，你想要什么都可以买，不用再去找别人。可话到嘴边成了刺人的讥讽。他太骄傲也太恨了，所以最后他把一句回来吧说成了他是白眼狼。直到记者把日记本放到他面前，许昕也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真正怕的从来不是被许昕然抛弃，而是他已经不在了。他怕这是真的，怕到宁愿把他想成最坏的人，也不敢承认他早就一个人死在了没人的地方，所以他把一切都推回去。说到底不是不信，而是承受不起。可真相还是追上来了。许昕也后来最常想起的是那道广告牌后的影子，他反复去想那天的每一个细节。如果那时他多看一眼呢？如果他不是被会议催走，而是过去问一句这是你的猫吗？如果他认出那个躲着他的人是许昕然呢？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这念头后来像疯长的疼，缠得他夜夜不能入睡。他甚至让人把那天公司的侧门监控调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有次助理推门进去，正好看见他把画面定格在那一帧，盯了快半小时。助理忍不住道：“徐总，别看了。”许昕也眼也不抬，声音低得发哑。我得记住我那天究竟错过了什么。那之后，许昕也的睡眠彻底坏了。他重新去见过心理医生，医生看着他一塌糊涂的检查结果，一直皱眉。你最近是不是在强迫自己反复看创伤源？许昕也坐在对面，神色冷淡应了声。医生叹了口气，看向他。为什么？许昕也沉默了很久。因为我怕我哪天稍微好一点，就像是在背叛他。医生一时失语。许总，愧疚不是悼念。许昕也扯了下唇角，没有接话。后来他没再去，药倒是拿了不少，却很少按时吃。更多时候他选择喝酒，像在用酒精把脑子里的画面烧掉。结果画面没烧掉，人先垮了。有次许昕也喝到胃出血，直接被送进急诊。助理守在病床边，声音都发颤。徐总，许氏是您和许小姐父母留下来的。许昕也打断他。我知道。他靠着椅背，闭了闭眼。可冉冉都没了，这些东西守住了又给谁看？徐婉也是在那时候被送走的。他不是没察觉许昕野的变化，也不是没试图靠近，他甚至学着许昕然以前的样子，给许昕野泡过一杯热牛奶，想让他早点睡。结果男人只看了一眼，就猛地把杯子挥到了地上，玻璃碎了一地。徐婉被吓得脸色发白，愣在原地。许昕野扶着桌边，咬着牙，声音发抖。你不是他。那天之后，许昕野很快给徐婉办好了国外学校的手续。送他去机场时，徐婉红着眼问：“你是不是看见我就会想起他？”许昕野沉默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去过你自己的日子。”徐婉看着他，眼泪一直掉，却到底没再多说什么。他知道继续留在这里，对他和对自己都不是好事。真正把许昕野逼到尽头的是那封没寄出去的信。他一开始没敢拆，直到一个下暴雨的深夜，许昕野又一次喝得几乎站不稳。回到书房后，他坐在桌边看着那封信，最后还是拆开了。里面只有短短2句，第一句是：“哥哥，对不起，长生没能替我陪你。”第二句是：“你要好好活着。”许昕也盯着那2行字，看了足足10分钟，然后忽然低下头笑了一声。那天夜里他没有再喝酒，一个人去了地下室，打开了许多年没碰过的旧物间。许昕也在里面翻了很久，最后翻出一只粉色的小药箱，那是许昕然小时候专用的，里面的东西都过期了。最底下还压着一张贴纸，是许昕然6岁时非要贴进去的，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3个字：哥哥的。许昕也拿着那张贴纸，忽然就弯下腰，哭得缓不过来。那之后没多久，许昕也第一次真正动了死念。在一个清晨，他吞下了整瓶安眠药，然后坐在书房沙发上，抱着那本日记，想就这么睡过去。可他恍惚听见有人在叫他哥哥，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许昕也费力睁开眼，看见许昕然站在窗边，他怀里抱着长生，正低头摸他的耳朵。你怎么能耍赖啊？他看着他，眼眶是红的，语气却很轻快，像怕吓到他。我都已经替你疼过了。许昕也怔怔看着他，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冉冉，许昕然走近了一点，声音轻得像风。哥哥，我不是要你来陪我，我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如果你真的很想我，就替我把我没过完的人生也过完吧。他顿了顿，冲他笑了一下。还有，别再喝酒了，真的很难闻。许昕也喉咙发梗，想伸手去碰他，可下一秒，眼前的人影就散了。他猛地清醒过来，踉踉跄跄冲进洗手间，把吞下去的大半都吐了出来。助理赶到时，许昕也脸色惨白地坐在地上，怀里还死死抱着日记本。他抬起头，
送我去医院。助理几乎愣住，下一秒立刻回神。好，我马上送你去。许星野低下头，手指发抖地抓紧那本日记。他不让我死。这次住院后，许星野开始真正配合治疗，把工作一点点捡回来。他抽调出一笔庞大的私人资金，顾问们被同时叫进会议室时，所有人都以为是公司出了大事。结果许星野坐在主位，翻开文件夹。我要做一个长期救助项目，方向是……许星野沉默片刻。不是只救癌症，是所有因为没钱而被迫放弃治疗的人，尤其是10几岁、20几岁的年轻患者。他说到这里停了停，声音更低。他们不该因为穷，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会议室里一时没有人接话，过了几秒，财务总监才小心开口：“那基金名称？”许星野抬起眼，语气平静的近乎温柔。就叫冉冉基金。那一天之后，许氏旗下最出名的是那支常年不停运转的医疗援助基金。后来有记者采访许星野，问他为什么要把范围做得这么细。许星野沉默很久，只答了一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人陪他去医院。”他后来还是联系了陆钊，给他看了一份整理好的项目计划书，里面有一项是面向底层女性和离家未成年患者的紧急援助站。陆钊看完沉默了很久。你是想用这个换自己心里好受一点？许星野站在会议室窗前。也许吧，但这不是交易，我只是不想再有第二个许清然。陆钊红着眼看了他很久，最终没接那张私人支票，却收下了那份合作方案。再后来，陆钊真的开了甜品店，是基金项目里给了女性创业援助。他作为第一批申请人之一，拿到了合规资助。甜品店开张那天，许星也没有进去，只站在街对面远远看了一会儿。陆钊看见他了，却什么都没说，只是隔着街道冲他点了下头。多年后，许星也几乎把后半生都放进了慈善里。一次访谈里，主持人举着话筒问许总，很多人说您是在赎罪，您怎么看？许星也坐在灯下，头发已经花白。不是怎么看，本来就是。他心里很清楚，不管做多少，都换不回那个停在18岁的姑娘。他只是想尽量让后来的人不必再走他走过的那条路。临终前几年，许星也已经很少碰公司事务了，更多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翻那本日记。护工常听见他自言自语：“冉冉，今天有个小姑娘做上手术了。冉冉，长生这种猫现在很常见，很多人会养。冉冉，哥哥今天没有喝酒。”像汇报也像哄他安心。临终那天天气很好，许星也难得精神清醒，靠在病床上看着门口发了很久的呆。护工走近：“许先生，您要不要休息一会儿？”许星也没有回答。过了很久，他喃喃叫了2声：“爸妈。”眼里慢慢蓄起泪光，然后他又轻轻地叫出第3个名字：“冉冉。”护工愣住，连忙俯身去听。许星也眼角有泪，唇边却带着笑：“你们来接我了，对不起，这次我是不是走太慢了？”那一刻，他脸上的神情安静的近乎满足，像终于穿过了太长太长的黑夜，回到了有人等他的地方。他离开时，枕边放着那本早已翻得发旧的日记，最后一页被风轻轻掀起一点边角，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轻轻应了他一声。